各位织女们，大家好！这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织毛衣，而是怎么处理这种已经织过的毛线变成卷卷的状态，要怎么样把它弄直。像这一球的话是纯棉线，它要洗直的话是非常难。我曾经洗过了之后，它不是很直，但是还是会 QQ 的这种的感觉。这个是100%的毛线，它也会变成 QQ 的。这两球线都是我用来算密度的，算密度算完了之后，我故意放一阵子让它变卷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变直。我变直的方式，一般来讲，大家都是习惯用一锅热水，然后把毛线缠成一股，然后放下去煮，然后煮过了之后让它脱水晾干，然后才会直。可是有些毛线洗的未必会很直，尤其是像这种100%的棉线，根本洗不直。我利用的方法是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让它变直，因为我不喜欢让毛线去洗的原因就是有些毛线下锅去洗了之后，跟新的毛线一起织的时候会有一种色差出现。我只要准备这种卷的毛线，还有这种喷水壶，然后还有一个吹风机，另外大家可以准备这种烤盘也行，或者是一块木板也行。然后我准备的是烤盘，因为我觉得烤盘它有一个硬度存在。我们把这个线拿过来，先要把它同样一样要缠成一股一股的。我会利用烤盘缠，它要拉紧。我的方式是，我把线放这样，然后从这个地方绕过来。这个一条线我之所以用这一条线，是用来到最后要绑那个整股的时候的线。然后我把它用一个交叉，我把它拉到底的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拉到底。拉到底了之后，我会把它缠几圈，然后才放开。记得缠的时候要放得很整齐的，一排一排的缠过去，这样子待会大家要重新绕回原来的球形的时候也会比较好绕。可以看到我弄成这种样子的了。这一条线不管它放着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，然后绕下来，把它整个缠在这个烤盘上面。木板也是可以，但是不要用塑胶的垫子。塑胶的垫子的话，它因为是塑胶的，因为待会我会用到吹风机的时候，它会容易把塑胶给烧焦。然后有些塑胶熔点比较低的，会粘到毛线上面，所以我的习惯会用烤盘，因为它的耐热度比较高。好，我就用这种方式先把它缠起来。我把它缠好了之后，再给大家看。好，两种我一起缠在一起。我把它就这种方式，这种缠。好，大家可以看，我就用这种方式，记得排列整齐的这样子缠过去，排列的很整齐的，一条一条的这样缠过去。待会我用吹风机吹的时候，它会很容易的吹干。好，我先把它先缠起来。我这边已经缠到烤盘上，已经绕好了线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绕的就是蛮紧的了，有那个程度。然后这边我们要先把它打结，这边也要绕好，因为我把这边的线已经抽下来了。好，抽下来之后，我们把这边线也同样绕好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线还是卷卷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可以先让它固定起来，线从这个中间过来，拉过来，一条线拉过来，然后我们把它打结，因为我们不要让它散开来，所以我会固定，把它稍微固定一下，因为绕得整齐的话，它最后绕线的时候会很好绕线。好，我先把这个断缆的这一个棉线绕上去了，我就把它先固定在这个地方。同样，我把这一球线也绕上去。我们绕的方式，我们就绕这一边好了。好，我们也同样用这种方式，先打一个十字结的方式。然后把线从烤盘下面拉上来。我觉得是烤盘是最好用的，不要大的烤盘，太大的话绕起来就很麻烦了。
这种小烤盘就很好用。可以看到我从这种地方绕，就一条线整个绕过去，放在第二条线的旁边，这样排列过去，它吹的时候会比较好吹直。我也把这边绕好之后，我再给大家做下一步的动作。好，我们这边的线也已经绕好了，然后我们同样交叉打个十字的位置，绕一个十字的方向，然后打结让它固定，线才不会散开来。我们这边固定了之后，线才不会散开来。我这边故意留一段长一点的给大家看，待会可以看到这边是卷卷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动作的时候，让它变直。接下来我要做的方法呢，就是大家准备这种喷水壶，把喷水上去，可以看到我都有喷水上去了，用手把它稍微涂开来，让它线上面沾到一点水分，因为我们直接用吹风机吹，线非常容易吹到擦灰搭。那我们不要让它擦灰搭的状况下，安全起见，也就像我们用熨斗烫衣服一样，我们会使用蒸汽的。然后我们把它撑开来之后，我把吹风机拿过来。好，我们吹风机拿过来之后，开到最强的风，然后顶着它吹，每一个位置大概吹3到5秒钟。我这样开来吹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再换一个位置。就这样反复的吹，它就会干了，毛线会干了，然后同时它也会变直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卷的位置最明显，我拉直了吹给大家看。可以看到线就已经直了。看到没有？它就已经直了，而且这种吹出来的毛线，它不会变成扁的形状。我教的人当中，有人傻傻的用熨斗这样烫下去，毛线会变卷。好，我们就要顶着它吹哦，但是不要停留在同一个位置，每一个位置停留个3到5秒钟就行了。我把它吹干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把它这样吹，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卷卷的。我先弄这边给大家看卷的程度，卷的把它拉直，然后吹过去。可以看到它就变直了。这种方式是处理毛线的一种方式。好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吹。我把它吹干了之后，大概这种吹大概也就是整个吹干大概也就是3到5分钟。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干了，干了它这边就不会卷了。待会我吹完了之后拿给大家看。这一种线是最不好吹的，因为它非常不容易弄直的。即使用热水煮的时候，它也会是卷卷的。即使洗的话，不会很直。这种吹的方式非常容易变直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一面弄完了之后，我们记得翻一面到背面，因为我们背面还有线，同样喷水。可以看到我用手把它抹，每一个地方平均的都有沾到水，然后再吹，它就不会焦掉。同样也是3到5秒钟。
这边也是，我们这边也同样要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吹风机我没有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会一直移动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减少它烧焦掉的状况。好，这边吹过了之后，我们换一个位置。记得吹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开强风，要开热的强风，热风的强风，用冷风吹就没有用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正面、背面都吹完了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吹到，两侧这一边的跟这一边的，所以我们要把位置稍微挪一下。我们把线抽起来。让它移动一下位置，因为我拉得很紧，所以会移动位置的时候会要稍微用力一点。可以看到拉过来了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也要移动一下位置，它这边才不会因为这个烤盘的这个角让它这边吹不直。可以看到我拉一个位置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不用再喷水，我们就直接吹。每一个地方大概也吹个3到5秒钟。好，这边角角就不会卷卷的了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好，我放到正面，这一边也是一样，要把两边吹一下。好，这样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。我没吹几分钟，我把它拿下来给大家看，它整个吹过了之后的那个卷曲度。好，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棉线的，我们吹出来的它已经直了。这边也是，这是纯毛的，吹出来也是直了，而且它已经干了。这是这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把毛线弄直的方式。